在这个节目之前，就是可能会一直问我啊，你跟你妈妈有什么样的回忆啊？其实真的很没有，就很模糊，就感觉中间有很多隔阂，希望能够打破这些隔阂，是那种可以倾诉的对象。就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聊起来的一些事情，家里啊，就关于爸爸啊这些事情都不太会聊，当成一个结，就是让它沉下去。心结啊，一个话题吧，就是关于爸爸吧，很少跟孩子提及。哇，这里，这个好有意思啊！哇哦，还有一个那个稻草人，进去看看。哇哦！哇，这上面有写，嘿嘿嘿，水爬爬，基本上都是周末，我们都会带孩子去公园玩一玩。哈哈哈哈哈！总是出去玩挺开心的。然后你看后面都是一些那个上课啊、考学、考试的照片，是去比桃李贝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个时候被星探发现的。现在翻相册可以翻到一些很小的时候一家人一起出去玩的一些照片，但可能到小学之后就很少有这样子的回忆和照片，爸爸都不会参与，就从小只有妈妈陪伴。就像我的这些什么公开课啊或者什么，我爸是没有去看过的，就包括我长大之后其实没有合照的。我觉得妈妈是邀请过他的，但他一般都不太会去。是女儿是妈妈。欢迎来到尘嚣的时空站点。欢迎来到你的时光站点。你的小时候是阳光灿烂的时刻更多，还是闷闷不乐的时候更多？请根据你的感受，将每个年龄对应的快乐值进行标注，绘制你的儿时快乐曲线值。绘制完毕后，请给妈妈打去一通时空电话，以妈妈我是岁的程潇作为开头，和妈妈讲述自己这一年发生的故事。曲线图，我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算，这种0到5岁，我觉得可能没有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的吧，没有太主观的意识，所以我应该可能还是觉得比较快乐的。在6岁之前吧，这个，然后到7岁再往前走一点，到14岁，他可能觉得只有40%了，18岁出道高一丢丢，这样子。哇，这样子的股票一定不能买哦。好了，可能到了6岁有妹妹出生之后，他可能心里的那个落差会比较特别明显，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比较关注他，所以我大概是给了一个60分的分值，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就外公外婆会带我们带的比较多一点，爸爸妈妈就是比较忙，反正也父母的沟通比较少，就小时候非常非常内向，不太讲话。那个时候不懂什么叫疏散自己的情绪，那个阶段没有太多的引导过我该怎么样。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到现在记得也挺深刻的，就是
比如说老师让我上台去掰筷子，就一根筷子掰得断，然后一把筷就掰不断，告诉我们要团结，然后我就没有掰断，然后我就哭了。就我觉得很奇怪，我现在非常不理解当时一些心境。高敏型人群，然后就觉得啊，为什么自己掰不好呢？为什么自己掰不断呢？很内耗。所以我觉得可能小学越来越不快乐，可能也跟一些家庭环境有关系吧。然后到4、5、6年级就懂事了，开始。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还挺关键的，会观察一些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知道，可能他们会有他们自己婚姻的矛盾和婚姻的危机。当时家里的氛围就是很少有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从小应该跟我爸都不聊天，什么都不聊，联不联系都行。然后我妈妈就是忙我跟我妹妹，我其实没有特别多交流吧，然后就有点各过各的。初中、高中了之后吧，爸爸还有跟我们其实不太住在一起了。就当时分开的时候，就不是特别友好的分开。我妈带着我妹去海外找我，她很平静地说：“啊，我跟你爸爸分开了。”然后我就会说：“啊，挺好的呀。”我说：“因为可能在我们心里，我就是已经没有在一起了，就确实也分居了很多年吧。”我们这个家庭是那种不太会表达爱的一种家庭吧，就我父亲的家庭也是这样，因为我爸爸以前可能生活条件不那么好，我会觉得可能是他小时候过得非常的苦，所以他可能觉得他一直工作，然后确实也给了我们很好的生活条件，可那个就是他最想带给我们的事情。就我觉得我对他站他早就上想的想法，也是为了能够让我自洽，而我自己，就我为了让我自己能够接受现在这样的状况而去，有的一个想法。所以你会想到跟这里？就其实不太讲，是因为就是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他们要离婚吧，就肯定是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会怕谈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有伤害，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们家庭避而不谈的问题。这是一个禁忌话题，有点像，就加引号了吧。来这个地方就是可能会把一些以前不说的一个心结说开，以后大家沟通的时候就不会想着这些。哦，这个我不能说，这个我不能提，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些禁忌。我想问他，如果那时候就是分开，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喂，在？在。喂，妈妈。妈妈，我是那个10岁的程潇。10岁的程潇。对。你穿越了吗？我穿越了。我也想穿越回去。你想穿越回几岁的时候？就是回到你这个同频。OK。怎么想回到10岁嘞？作为10岁的我可能会有个问题想要问你。好呀。就是如果比如说在我10岁的时候，你跟爸爸分开，你觉得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可能吧，我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想过耶。是给你的感觉是这样子吗？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跟妹妹其实很小就知道了这些情况了，但是，就是可能你却没有这样去做。
是的。所以就是想问一下你，就是这个是你觉得最好的选择，还是说当时选择分开会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呢？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的，确实我们没有聊过这个话题，也确实是在你10岁的时候，就是跟你爸爸就是第一次那个矛盾发生。我记得当时的时候在房间里，然后跟你爸爸吵架，然后我想着你们还在外面，当时房间门是关起来的，然后我拉开房间门的时候，你跟妹妹就是贴着门，然后在听我跟爸爸吵架，然后你看我拉门出来，你就带着妹妹，你就说妈妈我想睡觉了，我要先洗澡，你就去洗澡，我就去让妹妹睡觉了。但是我在洗手间门口，我听见你在洗手间洗澡的时候你在哭，这个我记得特别深。我觉得原生家庭可能是导致我们现在这种性格形成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吧。小的时候内向也好，或者是不爱表达也好，可能都跟你有关系吧。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不太有责任心的人。也是小学的时候吧，吃饭的时候会看电视嘛，他就是会比较强势，他就要跟我抢遥控器。就小时候最多就是抢电视遥控器，就从来不会说陪孩子去看一些他成长中他感兴趣的事情啊。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对家庭的这种淡漠，他没有太有这种家庭观念，他不会关系我还有我妈妈或者妹妹会不会生活得好，他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他是做一些可能伤害我妈妈的事情。小时候的遗憾，就可能除了一些上课的回忆之外，没有太多一起玩啊，或者是一起这种的回忆就几乎没有，然后也没有很多聊天的这种回忆也没有。我爸爸从来没开过家长会，他不太会夸奖人。我觉得我现在有很多爸爸妈妈的一些缩影在身上，我也不太会赞美人，就我会不知道我爱一个人是什么样子。其实我觉得可能更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处理两性关系。其实我并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生活中也是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我的人生里面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我想问他，如果那时候就是分开，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可能我自己有很多考虑，很多想法，很多顾虑吧，就是可能考虑未来的这个生活的问题吧，所以我当时选择就是自己先忍一忍，然后为自己，但是我自己是有这个想法的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然后能够给到你们最好的安排，所以在那个时候没有选择跟爸爸分开。那你会后悔吗？如果说那个时候没有选择跟爸爸分开，给你和妹妹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那我是后悔的。但是其实我们可能更想的是，给你的伤害是更多的。
我觉得我妈妈现在有点就是可能有点迷失自己的这个样子，不知道她自己可能真正是什么样子的，已经被就是孩子或者是婚姻就是磨灭了她最初她本来自己的这个样子。但我同时又希望我妈妈是幸福的和开心的，就是我希望她是能够放下这个事情，就是或者是她能够去当时能选择一个更开心的生活，这个是我心里也是希望的。不，我自己来说，我觉得任何伤害我能承受得起。其实我更多想的是你和妹妹2个孩子。如果说你回到10岁，我也能回到10岁，我也会去做出这个选择，一定是要把你和妹妹带在身边。谢谢我的宝贝，能够在10岁之前跟我说这个话。我知道，就是其实你当时虽然你很小小学生，你也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你说妈妈，现在我们的同学爸爸妈妈离婚的很多，其实我们无所谓的。我当时忘了你的，我觉得你能跟我说这句话，就是知道你心里其实什么都明白了。就是我希望我的宝贝儿也把这个结解开，不用担心妈妈，妈妈更多的担心是你和妹妹，就是这个事情带给你和妹妹的伤害。没有，我们都很爱你的。我知道你们都很爱我，妈妈没有经营好你们的原生家庭，而且这个原生家庭带给孩子心理的创伤，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以愈合的。所以妈妈跟你和妹妹特别抱歉，对不起。就是现在我们长大了，都能理解和都能够懂的。没有，我们都挺好的。没有，我们都挺好的。就是还是希望你能够把你的快乐放在第一位，因为我觉得我们怎么样都可以，就是那是我们的人生，就你的人生不需要围着我们转，就你还是能有你的人生。我是觉得我怕你会后悔吧，后悔你做的这一切，最后可能反而我觉得可能你没有很快乐。没有跟他说过，我觉得我很受伤，或者我觉得我很什么，很多话题或者很多事情就过去了，它就过去了。我很幸运的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妈妈。谢谢妈妈。谢谢我的宝贝儿，妈妈现在特别幸福。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能有这么好、这么幸福美好的日子。谢谢。好的，26岁的陈潇回来抱抱你。好的。拜拜。拜拜。
哇！嗨，26岁的宝，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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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宝，真棒！妈妈是想说，你跟妹妹觉得我是为了你们，然后才没有选择在那个时间分开，不要有任何的愧疚，因为妈妈是成年人，考虑的方面会更多一些。我们那一代人的婚姻观念对家庭的看重，求圆满吧。妈妈可能也是会有一点传统的女性的这种矛盾呀、问题呀，在生活中肯定都是有的。但是当时的时候，你爸爸自己回家找外公外婆道歉了，沟通了，外公外婆也有劝我们，只要没有离婚，这个家就还在。你和妹妹是我的全部，但是这个事情不是因为你们，希望你就是解开这个心结，不要有任何愧疚。其实妈妈很强大的，很坚强的。因为我们也长大了，就有很多事情你可以跟我们分享，或者是跟我们讨论的。知道，所以现在就是什么事情我们又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可以互相说。就是我希望就是过去的我们都过去，朝着更好的。我们现在多幸福呀，是吧？养儿防老，我享受到了。每一段经历都有每一段经历的意义，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反正就是过来了就过来了。比如说那早知道的话，那我早几年我就好好锻炼身体，就不生病啦。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多早知道，这个阶段过去了，然后就不要回头看，往前走。好吧。好的，妈妈。谢谢宝宝，抱一下，抱一下我的好大的风啊！对，我好冷啊。我一直觉得妈妈是一个内心比较脆弱的妈妈，但是今天之后，我觉得她其实还是内心很强大的，就她比我想象中的要坚强。我会尽量跟她多表达一些我的诉求吧，就可能也想让她感觉是被需要的。